近日，有美国舆论渲染称，美军目前正加力研发由库存炸弹低成本改装而来的反舰制导武器，并计划囤积大量此类武器以应对所谓威胁。一直在军备上稍嫌不眨眼的美军，现在为何开始向成本效益看齐？这项被美军极力鼓吹的快速击沉战术，究竟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实际效果又如何？来看报道。 据报道，目前美国正以快速击沉为概念，加紧测试一款低成本的反舰武器，并计划大量囤积，以加强印太地区美军力量。一位不具名的业内人士透露，这显示出美国在军事策略上正转向更注重成本效益。这一理念在业界称为可负担的大规模，即储备大量相对廉价、易于制造的武器，以应对威胁。 公开资料显示，这一全新的反舰制导炸弹由美军广泛使用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GBU-31捷达姆改装而来，具备价格低廉、可大批生产的特点。经过改装后的炸弹将拥有反舰能力，其尾部的 GPS 制导装置与新装在弹头的雷达导引头、侧面整流罩中的红外成像制导模块整合为一体。时事评论员蓝云向深圳卫视表示，该项目得到美军大力推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美国海军在战略战术认知上的改变。它这个转变的目的的话，首先是增强自己这个反舰能力，尤其是这个纠正以前的错误认知。以前的话就觉得这个反舰导弹或者制导炸弹的话，要用各种的花样，比如说要么就是高超音速，要么就是隐身掠海。 这样才能够穿透这个敌方的防御系统，但是现在觉得没有必要了。目前快速击沉以美国空军的 B-2战略轰炸机作为平台。 理论上 ，B-2轰炸机能携带最多16枚 GBU-31炸弹，将形成一定的精确火力覆盖。不过，该武器的平台并不仅限于轰炸机。事实上，早在2022年，美军就进行了快速击沉首次测试，并使用了一架 F-15E 战斗机发射一枚改装版 GBU-31炸弹，将墨西哥湾的一艘靶船炸成两半。 在执行攻击任务时，这种经过改装的 GBU-31炸弹是用标准的卫星制导滑翔炸弹模式飞到作战区域附近，并启动雷达和红外成像导引装置锁定目标，最终引导炸弹在目标船体水线以下部位爆炸。由于 GBU-31是2000磅级重型炸弹，它的爆炸威力远在常规反舰导弹之上。 今年7月的环太平洋2024演习期间，美国海空军与澳大利亚海军共同击沉塔拉瓦号2栖攻击舰。B-2战略轰炸机就向塔拉瓦号投掷了一枚改装后的 GBU-31制导炸弹，并配合超级大黄蜂战机发射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以及澳大利亚海军悉尼号驱逐舰发射的新型海军打击导弹，最终击沉了塔拉瓦号。 不过，也有观点指出，由 B-2隐形轰炸机投掷低成本制导炸弹这一战术转变，实际上也是美军先进反舰导弹产能不足情况下的应急举措。 此前，美国空军曾规划用 B-1B 轰炸机携带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攻击对手的渡海舰队，但五角大楼后续意识到，美军库存的远程反舰导弹数量远不足以支撑如此大规模的打击行动，因此使用 B-2轰炸机投掷改装版制导炸弹的缩水版本应运而生。捷达姆制导炸弹在美军库存保有量大且成本低，进行改装并不需要额外追加过多的预算。 数据显示，美军此前共订购74000颗捷达姆制导炸弹，总资金20亿美元，单价最初定为4万美元，后降为1.8万美元。尽管如此，相关新概念的实际作战效果仍待考验。 公开资料显示 ，GBU-31这类重型捷达姆制导炸弹自身并没有动力装置，只能滑翔飞行，这意味着其射程和机动能力均十分有限。其制导能力主要依靠全球定位系统，也较为尴尬。虽与激光制导相比，适用范围更广，但在当前世界各国大力发展电子战的背景下，这一系统在遭遇信号干扰时，制导能力将大打折扣。加上 GBU-31没有隐形能力，很容易被现代化的舰队防空系统发现和拦截，突防能力远不及现代化的反舰导弹。这种快速击沉系统，这种制导炸弹的话，它必须要结合这个隐身的飞机才能够发挥作战效能。那么第二就是它就好比像是一枚鱼雷在水下爆炸一样，对这个弹药的制导精度以及它的引爆时间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可以说是在隐性和制导精度这个领域的话，挑战还是很大的。目前只是这种弹药的这个比较初级阶段的试射，在今后的话，它能不能把这个技术门槛给跨过去的话，还是个未知数。
事实上，近年来美军出现越来越多新瓶装旧酒的案例，显示出美军在装备创新上的瓶颈。同样，在环太平洋2024演习中，美军还测试了 MK70集装箱式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的追踪、识别与拦截能力。有消息指，测试的发射平台或为没有宙斯盾系统的货轮。对此，美军拒绝透露相关细节。据悉，该发射系统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去年10月，美军曾在独立级滨海战斗舰 LCS-28萨凡纳测试了这一发射装置。当时使用飞行甲板上的 MK70集装箱垂发装置发射了数枚标准 SM-6导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集装箱武器是成熟民用产品顺势转化并与武器系统相结合的产物。对武器性能的要求越高，需要集成的软硬件设备就越多。螺丝壳里做道场的结果反映在成本上，投入就会相应增加。尤其是要达到相互之间具有联网能力，甚至融入更高层面体系的水平，成本还会继续攀升，而这也可能就会违背美军期望的小成本大产出的初衷。90年代末到现在的话，美国很多的武器系统都在设计阶段或论证阶段的话，都考虑到如果是如何用低成本来研制和制造它。低成本武器系统不一定都是失败的，也不一定都是成功的。具体的话还是要取决于这个实际的情况。非常失败的一个典型的话就是滨海战斗舰，它的这个过于简陋的武器装备和过于贫弱的这个火力的话，让它现在几乎处于这个等于是退交线的状态。中方还回应了辽宁舰首次进入日本冲绳县与那国岛和西表岛之间的航行的问题。那对此您有作何解读？其实最近几年来，辽宁号航母编队几乎是每年都会有1-2次的跨区转场训练。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跟小鱼喜欢在近海活动相比，大鲨鱼必定要到深海活动一样，航母也必须要有更大的活动范围，必须要进行跨海区的远航作战训练，这是客观上的原因。另外，从主观上面来讲，中国大陆要遏制台独，也必须要经过台湾附近的海域，尤其是要绕到台湾东面的外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既对台独势力形成战术上的包夹效应，阻止美日介入台海局势。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台独引发了台海战争，中国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模式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过去大家一提到解决台湾问题，就会想到中国大陆万船齐发渡过台湾海峡再登陆的景象。但是这次辽宁舰的行为，说明未来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可能会是以航母为首的海空军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先从台湾东部的外海与外空阻断美军的驰援，把台海战局的制海与制空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上，从而把台独势力牢牢地闷在锅里。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跟过往不同，辽宁舰的这次演训既绕进了台湾东北部的外海，同时还破天荒地进入了日本的毗邻区，并因此而引发了台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高度紧张。我认为辽宁舰这种对日本与台湾地区同时展开反刺与威慑的现象，实际上是在以实际行动对日本所宣称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以及赖清德所宣称的日本有事也是台湾有事言论在说不。他向台湾地区，尤其是日本方面发出的信号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假如日本要主动介入台海局势，那中国大陆也有能力一起来对付。